我马上去办，等我的好消息。李老板，5年时间保持30块钱的价格，我们不能接受。如今港岛的出货价格是1美元，折合2块多钱1块，我们还有铺货的渠道费用，利润太低了。季老板，那是官方牌价，你以为我一个个体户能从官方渠道拿到外汇吗？你们有你们的销售费用，我也有我的。不过如果你们手里有矮子国的日元的话，我不建议你们用日元结算。怎么个结算法？按照1块900日元，我知道温泉商会手里有大量的日元，通过秘密途径运到矮子国的小商品不知凡几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明年是广岛协议签订的日期，日元会飞速升值，在日本买股票也不用考虑外汇问题了。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吧。随着温泉商会的加入，李茂的赚钱速度越来越快。6月份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四合院里。陈大公子不在港岛混，你的花花世界怎么到燕京来了？哥哥来看看你，听说你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，到了燕京才发现全是瞎扯，比我在港岛都悠闲。就这是专门跑一趟？不是，我是专门来给你道歉的。4月份时，我对你要求卖出股票的行为是怀疑态度。到了5月份，我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。月初你要求买回股票时，我也有所诽谤，但到月中的时候，我真给了自己1巴掌。您真乃股神事也。知道了，回去吧。还有一事，港岛高盛投行的副总裁、投资部经理史密斯先生想和我们合作。高盛和我们合作干什么？咱们小门小户的，他们应该不会放在眼里吧？史密斯亲自去拜访了港岛华为，我们3个人聊了1天，整个上半年华为的盈利水平领先全岛，如今的资产达到5000多万，10倍的利润，即便是高盛投行也没法做到这个水平。他们想怎么合作？跟着我们的步伐，或者把资金交给我们代为投资，所得利润的10%给我们。他们投入资金的规模多大？8000万美元。如果盈利情况良好，向总部申请更多额度。在港岛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，暑假期间我会去趟港岛，到时候我和他详细谈谈。港岛真的没机会了？最近几年没机会，所以我让你们在年底之前清空所有的股票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听说你们还有几天就放假，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回港岛，我在燕京玩几天再说。放假我还要回一趟家，这样你先玩几天，到时候我们在深城汇合，然后回港岛。暑假放假后，李茂第一时间回了家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老大回来了，臭小子，出去整整1年才回来，让娘看看，瘦了。老大在学校里一切都好吧？好着呢，娘，做饭吧，想您做的饭想1年了。这孩子，娘马上做。吃过饭的李茂来到了村支书李丰前家。小帽子回来了，回来的刚好，快帮大爷出主意。啥是大爷？咱们村里的钱让镇上惦记上了，镇上让村里交钱，幸好被杨领导挡住了，否则今年咱们白忙活。杨领导是谁？镇上是怎么知道咱们赚钱了的？钱不是没存进银行吗？你不知道，就是杨克海啊，现在是咱们县里的一把手，刚当上的。杨小翠他爹当上一把手了，我还真不知道。杨小翠也没和我说过。明天我去拜访一下杨克海吧。是要去拜访一下，人家是真心真意的帮咱。我去拜访了1次，面都没见到。大爷，咱们村里赚了多少钱？村里一共赚了将近30万。好家伙，30万，怪不得镇上眼红呢。为了不让镇上惦记我们的钱，必须让镇上得实惠才行呢。咱们村里的小学村委会担起来吧，不要镇上的补助了，但咱们的教育附加费还是照常交到镇上。村里的老师的工资也是咱们发吧。这点钱村里是没问题的，但我就怕咱们让一步，镇上更进一步呢。咱们吃独食，镇上肯定眼红。要是咱们手里不露出点去，镇上肯定不舒服。对了，大爷，我在燕京得到个信，今年年底国家会允许成立私营公司，咱们现在是村集体的形式在经营，确切的说，连个村办企业都不是。国家早晚会禁止，趁着这个好时候，咱们可以把干货的生意彻底转变成咱们自己的营生。这能不能行啊？咱们村可是在省里挂了号，省高管都来视察过，万一咱们把集体的变成个人的，会不会犯法？大爷放心，咱们村集体的钱还是村集体的钱，除了分红的，咱们一分不动。干货的生意主要在收货和卖货2个渠道，只要这2个渠道牢牢的握在咱们手里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不过村里的卡车还是村里的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成立一个私营股份公司，全村以户为单位入股，以后干货生意赚的钱，大家按照股份多少分钱。这主意不错。关于成立公司的事情，我提几点注意事项：第一，要召开全体社员大会，大家同意了才行，并且每个人都要签字，不同意的不准入股。第二，村里的资产一律不准动用，公司可以租赁村委的办公室，也可以租用卡车，甚至电话，但一定要交钱，这点很重要。第三，公司账目一定要清晰，村上的是村上，公司的是公司的，千万不要混着来。到年底还有几个月，这几个月你们就开始做村民的工作，一旦文件下发，一定要抓紧成立公司，事情一定要保密哈，万一让镇上知道，可能会有麻烦。好，我这就安排下去。第2天，李茂准备去拜访一下杨克海，他来到供销社想买点东西。同志，拿2瓶茅台。有票吗？没票。没票不卖。我加钱买。口气不小，还加钱，一边玩去，口袋能掏出10块钱不？这个年代的售货员态度真是太差了。这是500块，看看你们这有多少茅台5粮液，我全要了。钱不够我再加，货给我送到小渔村。你小子来就来吧，还带东西。他是土豪，咱们打土豪。燕京的院子一座一座买。听说你在学校很火啊，又是去港岛指导工作，又是编写教材的，我还看到了你写的论文，写得很好，要不你帮叔叔看看咱们县该怎么发展？我现在2眼一抹黑。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咱们县里要想发展，还是要靠海里。我已经和村里说了开公司的想法，大力发展海货。想法很大胆，甚至比我想的要大胆得多，但阻力肯定不小，县里问题不大，关键是你们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市里甚至省里的态度很重要。也就是考虑到村里的发展，否则我把公司开在燕京，一样操作干货海鲜，还能让省市县对我感恩戴德。但咱是高风亮节，为家乡谋发展。我本
本人是持赞成态度，抽空我会提前和县里高官沟通一下，问题也不大。如果省里反对，县里会专门出台文件支持你们。那就麻烦杨叔为枯河村保驾护航。其实，在海鲜这一方面，县里能做的几乎不多，咱们沿海水质不行，甚至不如绿岛，只适合这些小杂货。高端的海鲜还是要咱们省烟威那边。我建议县里加大私营经济的支持力度。我在燕京接触过几个温泉的小商人，人家一个简简单单的纽扣产业都能做到全国最大规模。县里可以考虑按照人家的模式走，温泉那边纯粹是自发形成。如果咱们县能积极支持，相信县里的人也会看到商机，各种小商品作坊发展起来，县里也受益。爹娘，我要出一趟远门，可能要1个月才能回来。你说你才在家待了几天，又到处乱窜。你懂啥？孩子大了，哪能天天在家守着？男子汉都要出去闯闯才行，出门照顾好自己，家里不用你操心。在家待了几天的李茂出发去了申城，然后和陈家豪一起坐飞机去了港岛。好弟弟，想死我了！我们直接去华为总部吧，看看咱们打下的天下。咱们华为投资一共有员工50人，目前在公司的20人，剩下的30人在高盛和4大股票交易所。我和老爷子商量过了，因为电子表的关系，电子厂比较忙，我辞去董事长的职务，要接手电子厂。华为投资由你担任董事长，目前在座的都是华为投资的中层领导。说2句吧。我的主要精力在大陆那边，我只负责大方向战略制定，大家还是按照以前的模式运行。港岛华为缺少大量的高层领导，希望大家再接再厉，我和全体股东肯定会不吝奖励。这位是投资部经理高志强，高经理，你向股东们介绍一下咱们投资的情况。如今咱们持有6个公司的股票，持股比例最高的九龙仓已经超过4%，差一点达到举牌标准。其次是汇丰银行，但持股比例只有2%。其他的4个公司的股票不多，持股金额7个亿，融资金额接近6个亿，融资费用4000多万，净利润7500万。自从6月份全仓后，我们按照李董事长的要求，没有继续追加融资，咱们的杠杆率在逐步下降。昨天高盛派人联系，问我们是否继续增加融资规模，这点还要董事长做决定。不再融资了，下半年你们按照正常的手段高抛低吸，但记住从11月份开始只抛不进，务必在11月底一股股票都不准留，出来的资金全部买入日元外汇。陈哥，后面去矮子国，你看看这边需要带谁，你提前安排好。还有我个人的账户里有多少日元了？你个人账户全权委托高盛矮子国投行管理，昨天的数据是40亿日元，折合1600万美元。有这么多了吗？你自己都不知道吧？你找的那几个温泉商人跟疯了一样，整个港岛都在给他们供应电子表，几个月的时间跟抢钱一样。除了第一个批要了20万只电子表，以后每次要货的量都在增加。我感觉温泉商会那边恨不得每个中国人一只电子手表。那就继续操作吧。我说一下11月份后的思路，等11月底全部清空港岛股市后，华为投资转战矮子国东京股市，还是采用和港岛类似的手法。晚上我会和高盛那边深谈具体的合作方式，等我谈完后再说。这位是高盛总部高级投资经理露丝女士，专门从漂亮国赶过来。你好，露丝小姐。您好，李先生。对于您领导的华为投资，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资产暴涨10几倍，我们由衷的钦佩。高盛港岛想和您开展深入的合作，不知道您考虑的如何了？实不相瞒，我所有的操作你们已经看在眼里，我不认为你们能跟投，起码10倍的杠杆，你们的审查机制就不会同意。在你们高盛的话，很可能在跌去一半的时候，你们的止损机制已经清仓保本，对你们来说跟我投资的风险太大。再说最晚到年底，我会暂时退出港岛股市。退出港岛？你有更好的投资目标？布局矮子国。矮子国的事情在几个国家之间属于高度机密，我想知道您是从哪个渠道得到的消息。我只要用自己的大脑就能分析出来。听说矮子国人已经快把时代广场买光了吧？漂亮国能看着矮子们如此嚣张吗？矮子国的芯片行业发展的太快了，需要打压一下吧？矮子国的制造业也需要降温。漂亮国的贸易逆差必须由矮子国买单，有什么途径能实现目的呢？不外乎是日元升值，然后以国家安全为名打压芯片制造业，如此而已。我猜你们总部会有动作吧？我觉得您是个天才。我们华为投资想和高盛集团合作，一起收割小日子。我们是有一些内幕消息，但我想听听李先生准备如何操作。股市，我的资金会全部杀到矮子国的股市。除了股市外，还有固定资产，为何单单要杀进股市？如果我是高盛集团，我也会杀进楼市，但我没有这么大的资金，楼市的杠杆水平不可能像股市一样，会严重影响我的利润。再说了，楼市太扎眼，在没有强大的背景做背书的情况下，很可能会砸在手里。我认为矮子国的股市在今后几年内有3倍涨幅，楼市有2倍涨幅，但楼市的杠杆率没法做得太高，并且风险太大，所以我主攻股市。你很大胆，也很有想法，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如果你们的投资交给我代为操作，可以有效的避免高盛的审查机制的审核，就以你们利润200%来定，没超过我分文不取，超过了超过部分的20%作为报酬。至于资金和杠杆，你们来定。合作愉快。接下来的日本之行就拜托你了，需要买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写在这个上面了，上面有详细的操作方法。放心，一切交给我。任天堂、索尼、夏普、东芝。童大爷又见面了。英雄出少年啊，未来的时代是你们的。童大爷，这次回港岛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下深城建电子厂的事情。你拿个章程出来，我童家陈家跟着就是。深城的厂子，我计划按照1000亩地的规模建造，童家以工人和设备入股，其他人以现金入股的方式，计划投资1亿港币，其中燕京华为投资9000万港币，陈家投资1000万港币。行，让大卫去深城亲自盯着。在港岛待了大半月后，李茂回到了家。爹，咱家我不是买了好几箱茅台吗？你咋还喝这个？
人要知足，以前有点散装酒，你爹我就高兴的不行，现在县里产的瓶装酒你就看不上了。记住了，有钱也不能乱花，吃不穷，喝不穷，算计不到就受穷。老辈的话没错。娘，肉你要是不舍得买，咱们自家打的鱼总能留下点吃吧？现在的鱼不管大小都能卖呢，谁家舍得吃？咱家日子现在好过了，生活水平可以提上来了，弟弟妹妹们还在长身体，营养要跟上，最起码2天1顿肉吧。花那钱干啥？不挨饿就行了。爹娘，要不你们别下海打鱼了，在陆地上搞点营生，咱们全村的生活条件好了，家家户户想吃点肉都得去8里外的镇上买。咱家要是能开一个卖猪肉的摊子，肯定能赚钱呢。如果在自己养猪，那赚的更多呢。卖猪肉？是啊，现在的物价是双轨制，个人卖猪肉不用国家的肉票，价格自然比国家的高一些。咱村加上隔壁村，2、3天一头猪没问题，猪肉卖不完也没关系，还可以做成酱猪肉卖。这能行吗？咱村现在不是以前了，家家户户都有闲钱了，具有一定的购买力，至少比你们去海里打鱼轻松一点。这样弟弟妹妹还有肉吃。我哥说的没错，这样我们天天就有肉吃了。这样爹，明天咱先去收一头猪卖卖看，可以的话就搞这营生。行，听老大的，咱也试试做生意。李茂一家决定卖猪肉赚钱。第2天，全家开始分工。李丰年和李茂去收一头猪回来，杨秀兰去城里买香料，和同村的一个人谈妥后，收了一头170斤的猪，每斤5毛钱。李茂决定卖每斤8毛钱，请人杀好开卖后，一头猪还没2个小时就卖完了。整个村就有1000多人，一头猪压根不够分的。李茂特地没卖猪头和猪下水，不过这年头也没人买，人人都想买点肥膘，留下这些是要教爹娘做卤味，再开个卤味摊。好香啊！卤汤可以重复使用，味道淡了就往里面加香料，今天卤好，明天就能卖了。卖猪肉和卖卤味的钱对于李茂来说就是9牛1毛，但帮家里稳定一个生意，爹娘就不用去海里辛苦打鱼了。李茂虽然现在赚了不少钱，但直接跟爹娘说，他们肯定接受不了。先慢慢的让家里越过越好吧。在家里待了一段日子后，李茂带着杨小翠回到了燕京，而温泉商会的季老板第一时间找到了他。李老板，现在人民币不断贬值，我们用日元结算已经不合算了，改成港币或者人民币结算吧。可以用人民币结算，价格不变，等明年价格可以适当降低一下，具体的价格年底再谈。谢谢李老板，我实在没弄明白，您要这么多日元干什么？难道在矮子国那边您还有投资？我在矮子国那边投资了点房地产和股票，我比较看好他们。我们知道矮子国的股市和房地产一直在上涨，但涨幅并不大，还不如在国内做生意赚得多。为什么李先生舍近求远呢？瞎玩玩吧。学校开学后，李茂找到了燕京大学电子系的学长。您好，学长，我是咱们校经济学的大一生李茂。我叫马红旗，找学长是想请学长帮个忙。什么忙？看下这个，这不是最近很火的电子表吗？您帮忙看看这里面有哪些是咱们能自己设计出来或者制造的。这个我拆开看过，电路板没问题，芯片设计的问题不大，但不好制造，手工制造的成本太高。牵扯国外的专利吗？专利是什么？李茂想到现在国内还没有专利这一说，他把专利的意思解释了一遍。我不确定，我手里没有国外的资料，有的话我可以分析分析看看。我现在有个需求，你能不能找几个同学把手表里面的电路芯片设计出来，尽量和别人的整体思路不同，将来我们是可以申请专利的，还要负责打探一下咱们国内有哪些厂子能生产这些元器件。你们可以成立一个小团队，凡是加入的基本工资150块钱，有了成果再加奖金。你们马上要开始实习了，如果你们的实习地点还没选好，我可以介绍你们去燕京华为、港岛公司的实习经历，对你们将来单位的选择有好处。行，这活我接了。要不就干脆做大一点，成立一个半导体公司，专门为深成的电子厂研究成品的同时，也能研究最新的技术，不让外国卡我们的脖子。想到这里的李茂立马去找了翟素史，燕京大学相关的专家教授可都是顶尖的，能拉来公司的话，技术方面不用愁了。翟老师，有事求您帮忙。啥事？燕京华为准备成立一个新公司，华夏华为半导体，主要想研发制造一些电路板或者芯片，但现在公司没主持人，也没有研发人员，公司这边希望能得到学校的支持，能找到个人把半导体公司支撑起来。有是有，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，我先问问他的意思，再给你答复。李教授是咱们学校在半导体领域最拔尖的人物，带你拜访的目的主要是他想和你面谈，你要是能说动他，半导体公司的问题就不大了。李教授您好，我是经济系的李茂，第一次拜访您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你好，李同学，小翟和我说了你的事情，我想问下，为什么华为想要做半导体呢？我现在是燕京华为的顾问，燕京华为目前在深成又投资了一家电子厂，但一个小小的磁头全靠进口，我们国家要损失多少外汇，而所需要的芯片甚至2极管都需要从国外采购，我就想着咱们要是能自己生产多好，所以才想成立半导体公司，咱们不能一直被别人卡脖子啊。你说到我心坎上了，咱们现在有技术，就是没地方去实现。我代表华为半导体承诺，只要您老过来，每年研究经费100万。不够，继续追加，需要的仪器就是抢，小子也会给你们抢过来。你不是开玩笑，整个燕京大学电子系的研究经费都没有100万，绝不食言。燕京华为有这个实力。李教授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，吃了不少苦，面对国外的诱惑都没有出国，是值得尊敬的人物。他对钱财看得非常淡，唯一能让他动心的，也许就是华夏在半导体领域的奋起直追。行，我去了。
暂时先委屈您老在四合院里办公。燕京华为已经和上面谈妥了，将会在燕京建一个30层的办公楼，作为燕京华为的总部。旁边有一个10层的附属楼，是留给华为半导体的。等建成后，咱们就搬过去。这是燕京大学电子系的马红旗，他带领着一个小团队在帮公司研究电子表，刚好他们要实习了，以后将是您老的助手。如果您老有相关专业的老伙计，都可以叫过来，研究经费我们照给。这是燕京华为的总经理徐礼，有什么要求您就跟他提，绝对满足。计算机要有，这个让港岛华为帮着弄，搞个5台回来，用漂亮国最好的，尽量搞到最先进的。1台就够了，那玩意太贵，省点钱花在研究上。都听您老的。童哥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第1期厂房需要到9月底才能完成。电子手表可以完全国产化了，半导体公司已经重新设计了电路。过几天我让人把图纸给你送过去，你可以先是生产一下，看能不能行。行的话，尽量采购国内的产品，把港岛的电子厂冲击一下。李老板，咱们又见面了，有什么事吗？燕京以外的电子手表也是你供的货吧？没错。那帮温泉人拿货价格是30块钱，你给我们的价格竟然是35，这不合理。我希望我的价格和温泉那边一样。温泉那边给的是外汇，不知道陈老板是不是也给外汇？要是陈老板用外汇结账，我给的价格和温泉那边一样。李老板，外汇我是没有的，只能用咱们的钱结算，国外的钱在国内不好使。对你来说都一样，但我们进货是按照外汇价格进的。你知道黑市的价格是多少吧？其中的成本你可以算出来吧？如果陈老板能等半年，价格会降低很多，甚至比现在温泉商人拿货的价格还低。有什么说法？港岛的商人在深城设厂了，国产化的手表价格